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上海的网约车被曝光说拒载日本人，现场画面流出，有一个网约车司机，当他发现上他车的几个乘客不说中文或者中文说的有口音，然后问你们是哪儿的，他们说是日本人。这个时候，这个司机停顿了几秒，然后说不好意思，日本人不接待，不拉你们，然后把他们轰下了车。190，你是哪里人啊？我是日本的。日本人啊？对。日本人那就没网拉了，日本人。来，下去吧。日本人没办法拉，日本人没办法拉。为什么？啊？为什么？没办法啊！不好意思，让你下去吧啊。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我看到这几个日本人最后还是下车了，而且没说什么话，也没有争吵。一，日本人比较有素质；二，他们可能也知道，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反日情绪高涨的时代，他们是人人喊打，所以他们可能也接受了这个现实。我不知道后续他们会不会投诉怎么样，在中国呢，说实话，投诉可能性也不是太大。中国的这个官方本身就是他们在煽动这种反日仇美，对吧？跟世界为敌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所以说他们肯定护短。但是也不排除上海市本身为了它的改革开放的形象去假装的对这个网约车司机做一个处罚。毕竟上海跟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上海是中国的窗口城市。比如说特斯拉跟上海的合作，那就是一个被拿来说的一个标志就是证明中国还继续的改革开放。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不下去，甚至已经走向倒退了。但是呢，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而且中国官方这个讲好中国的故事的宣传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对于外国资本来讲的话，虽然他们在不断的在撤离，但是由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还是比较齐全的，人口还是那么多，所以说大家可能有一些商家认为在中国还能够捞到一定的利益，但是大多数人都看清了这个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所以说也不会再追加太多的投资了。那上海因为是一个中国最先进、最发达、最现代化或者说最西化的城市有些人讲究政治正确，不喜欢用 Westernization 这种西化的这种词汇，认为这是一种东方主义，对吧 ？Orientalism。但是我们没必要政治正确，我们要看事实，就是上海确实是最西化的城市，最接近这个欧美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城市。所以说出现这种事情，也让大家去反思，到底中国怎么了？如果连上海都出现这种事情，你像如果在中国的2、3线、3、4线城市，甚至是这个农村地区出现这种看到日本人非常痛恨、咬牙切齿这种行为，我们都可以理解，他们信息获取太少，完全是被共产党的这种官方说法洗脑。就像我上次有一期节目讲到，我说日本人对历史态度要远远好过中国更加的实事求是。很多人就说了，日本人怎么会实事求是呢？他们否认历史怎么呢？这些人就是他们的获取的知识，他们获取的信息，对日本的了解完全是来自于官方的扭曲事实的叙述和他们的大外宣、大内宣就是这些人获得这信息了，认为日本人就是对历史态度是这样的。问题是，这不是日本人对历史态度，而是中国官方告诉中国人日本人对历史的态度，就是中国人获得的信息都是二手货，全都是二手货。他们当然，第一，你也不能强求他们都会日语；第二，你也不能让他们所有人都跑到日本去看一看，对吧？但是，但凡你会日语，你对这些话题比较感兴趣，你但凡在日本任何一家书店转一圈，你就知道日本的言论有多么自由，日本对过去历史的看法有多么的全面，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研究，对吧？光是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做的最好的研究就是在日本，最全面、最细致最独到。而且不同的说法互相争锋，有人否认，有人认同，然后认同过程当中当然分成很多派别，对吧？大家认为这个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数字怎么来计算，这种研究汗牛充栋，这就是日本对历史态度，一定要把这个研究透。这些书没有一本是翻译成中文的，所以说看到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的程度，要比日本人对中国人了解的程度要少太多太多了。而且很多中国人一想到日本又非常的情绪化，根本就丧失了理性，甚至丧失理智。包括这个司机一听到是日本人，那个仇恨心理就上来了。但是呢，他又不好发作，对吧？你不能跟人打一架就把他轰下去，这是典型的歧视。其实，在去年就发生过一件事情，有日本人发现，在上海的网约车的车门上面居然印着日本人与狗都得达成，而且这个司机还故意的用日语写，他说已经上了车了，没办法，叫了这个车了，没办法，上了车，说心惊胆战，都不敢说话，怕自己有口音被认出来。所以说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其实，在前些年也有类似的事情在日本发生，也是一个个例。
这次个例和这个在上海的个例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日本的这个个例，有一个中国人抱怨说他被拒载了，因为他是中国人，然后他就投诉了。结果日本的计程车司机的公司高层，从总裁到副总裁到董事几个人亲自到这个投诉的中国人家里，向他鞠躬致歉，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决办法，改变公司的政策，如何的处罚这个司机，总之就是非常诚恳。这就是日本人对待这种事情的处理方式，他是绝对不能允许他自己的这个企业不专业的行为，或者是有歧视成分的行为。但是中国呢，这种事情我相信最后肯定也不了了之，就像之前印上日本人与狗不得搭乘的那个网约车也最后不了了之一样。这难道不是从企业到政府都在纵容这种行为吗？但是在日本有这种个例，就不会再次发生这种个例了，几乎不可能。其实这两个事情还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日本人遇到这种事情之后，他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说为什么不让你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事情我总觉得有很蹊跷的地方，就是那个司机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日本的这个企业高层特别诚恳的态度，对吧？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所以我总觉得说，为什么一个日本的司机这么敬业的日本人会拒载中国人？因为对方只是中国人身份吗？还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什么事情让日本司机很不爽？但是这个中国人会 play race card， 是吧？就是打种族牌，哎，你是不是歧视我？实际上他可能是其他的原因，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具体怎么回事，因为日本人太老实了，太诚恳了，就根本不做任何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次上海的网约车当中发生的一幕，全部被拍下来的，很明显只是因为对方是日本人，赤裸裸的歧视。而并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其他的行为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啊！不要说日本人也歧视中国人，日本人歧视中国人都是有理由的，并不是单纯的歧视你，而中国人歧视日本人是没有理由的，是讲到你日本的祖宗怎么这个屠杀了我的祖宗，但是问题在于你自己祖宗没有杀过别人吗？你说如果中国几千年历史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祖国的话，元帝国入侵日本怎么不说说，对不对？你杀了个日本人，你是不是侵略日本，对吧？日本还没找你算账呢，当然日本人可能得找蒙古算账去，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东西过去发生的事情，你不可能一直仇恨到现在，对吧？如果仇恨到现在的话，我一直在强调说，满清入关杀了多少汉人，那你现在应该仇视东北人。扬州10日不比南京大屠杀更惨。有一个人在微博上面讲了一段比较温和理性的话，结果还遭到了粉红的痛斥。他说，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了。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这个段话他讲完之后，结果遭到了很多爱国网民的痛批啊！居然忘记日本人对我们犯下的罪行啊！等等等等。比如有一个人讲了，说这个博主是什么玩意儿？你有什么资格替先辈们原谅日本侵略者？你完全没有资格！你这种玩意儿，要么是间谍，要么是日本人，我见一个刀一个，甚至发出了这种威胁的、恐吓的这种话。但是他自己把这段话删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底下骂这个博主的这些网民发现，这段话不是这个博主写的，而是他们境外的毛主席。紧接着，这个博主就回复了说：“你要刀谁来着？你准备要刀谁呀？”发出威胁恐吓的那个网友赶快删帖。共产党是他的主子，是当选者，对吧？他哪敢得罪？这个网友也挺坏的啊，他引用这段话不给出处，说了这段话，结果遭到这个爱国网民的痛批。他要早说了这段话是毛主席写的，谁还敢骂他？对吧？其实，所以说可以看到说，这些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啊，根本就是趋炎附势、胆小怕事，嘴上喊着踏平东京城，实际上他连他身边发生了什么不公平的现象，他都不敢吭一声，连城管你都对付不了，还对付日本鬼子。这个网友引述的这段话来自于毛泽东，是毛泽东对日本人讲的，记录在毛泽东外交文选当中。毛泽东还说，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账，现在你们不再欠账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账。对你们过去欠的账再要来讨账，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怄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看毛泽东说了，日本人已经道过歉了，别再道歉了啊！甚至劝日本人不用天天赔不是。所以对付粉红太容易了，只要把共产党说过的话讲出来，就可以让这些粉红哑口无言，因为他们都是在共产党的指挥下做事情的，他们哪敢去反对自己的主子？也等于是利用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作为你今天这个宣泄仇恨的一个理由而已啊。但实际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仇恨日本？其实并不是日本人伤害了今天的中国人，而是今天的中国人生活经济太差了，他们自己是社会底层，所以说他们有一股怒气、怨气，没有地方去发泄。你看看中国的那些精英阶层，有谁歧视日本，对吧？大家都买日货啊，去日本旅游，对吧？这个中日建交、中日友好，高层一直是非常热络。从江泽民、朱镕基到这个胡锦涛、温家宝，有歧视日本人、有仇恨日本人吗？没有。好歹江泽民还是民国时期生人呐，对吧？
他应该更仇视日本人，但是也没有，就是因为今天的日本人跟过去的军国时代的日本是完全两回事儿，是已经早就脱胎换骨了。但是中国反而在步过去军国主义日本的后尘，在对其他的民族和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威胁入侵其他的国家，或者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或者领海，对吧？不管是在台海、在南海，中国扮演的角色跟当年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今天正好是反过来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啊，要振兴中华啊，要这个伟大复兴啊，就跟当年军国主义日本时期一样啊，要搞大东亚共荣圈，是吧？今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导致结果都是在破坏这个得来不易的和平的国际秩序。不过话说回来，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自大，越来越排外，这已经是肉眼可见了。哪怕在上海都不断发生这种事情，这对这些日本人也是一个敲打，就是谁让你去中国的？当然，他们有些人可能是没有选择，可能是公司派去上海的啊，算他们倒霉，跑到一个仇恨日本的国家。所以说，这些中国人的行为受到政府的洗脑和煽动之后的这些中国人，他们的表现一定会继续的加速中国的开倒车，闭关锁国，把这些外国人都吓跑。其实能够到中国来的，愿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日本人也好，或者美国人也好啊，这些外国人实际上都是这些国家当中亲中的那些人。结果现在好了，这个让这些人在自己国内都没有办法替中国去辩护了啊！这些人是在这个日本、在美国、在这些国家是替中国去说好话的，所以他们某种程度上也充当了有用的笨蛋的角色，就是在讲好中国的故事，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证明中国的友善，证明中国的繁荣，证明中外友好是主旋律。但是这些人在中国的遭遇，实际上是啪啪打了他们自己的脸。所以，如果从西方对中国围堵制裁的角度来讲的话，不是一件坏事。让很多人更认清了中国现在整个社会风气是什么样子。虽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这样，再次强调，确实是个例，但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而且就是从上到下的故意对这种事情的沉默、纵容。跟这件事情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边境被爆出可能有核泄漏的事件。这个报道最早是来自《莫斯科时报》啊，说在远东城市哈巴罗斯夫克发现辐射水平高于正常水平值的1600倍，而且巴哈罗斯夫克这个城市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结果中国这边想方设法的掩盖这个事情，国家核安全局说并没有对中国的邻近地区有任何影响。然后胡锡进也说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客观的来看待，说监测结果显示是正常水平，未见异常。同志特别理性，特别客观。哎，怎么你面对俄罗斯的时候就这么实事求是了啊？就这么的，当然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但至少他们态度似乎是很诚恳的，对吧？啊，国家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去进行检测，然后官方表示说啊，这个事情还是认真看待，然后给出具体的数据，觉得没有事儿啊。你怎么这时候特别讲科学、讲公正了？但是对日本的排海啊，之前的这些给出的数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最后的结论报告全部视而不见，然后一味的疯狂对日本进行攻击。你那个时候怎么不讲客观理性这个科学了？纵容这些中国的网民自媒体去辱骂日本，说的好像日本要导致世界末日似的。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打开抖音各种各样的造谣、编故事，对吧？假数据，这个时候你怎么不管了？但是对俄罗斯立刻保持公正态度，典型的就是完全是政治挂帅啊，就是讲政治。俄罗斯是我们盟友，所以不能说他一个不字。但是日本人就是美国的盟友，对吧？那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就算做对的地方，我们也要把它给抹黑。两个跟环境有关的事件，可能对环境造成伤害的事件，但是中国的处理方式，中国的态度就大相径庭。对于盟友啊，伤害了我们没关系，就算污染了，就算受灾了，撕韭菜又怎么样呢？不能够影响我们中国两国的友谊，对吧？我们是要对抗整个西方阵营的。俄罗斯人民、中国人民都是当权者的韭菜而已。所以说，黑的也能说成白的。但是日本呢？即使它是白的，我们要极尽全力去抹黑，哪怕不顾事实、不顾科学、不顾数据、不顾国际共识。这种做法当然不对的，但是对共产党有利，就是他们很清楚需要有敌我意识，在一个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之下。那西方世界呢，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敌我意识，虽然不能够颠倒是非、颠倒黑白，但是也必须有敌我意识，有立场坚定，知道自己的敌人到底是谁。别人都已经发动了超限战、认知战了，你这儿还拥抱对方呢？共青团最近有发布了一个视频。这个影片它的标题叫做“咱们这个赛季强的可怕，非常强”，展示的是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这个军事人员的训练。那么很明显，这是在鼓吹战争、穷兵黩武的一种行为。这个所谓赛季是一个网络用语，有人用 S1、S2、S3啊，第一赛季、第二赛季、第三赛季来影射一战、二战和未来的三战。所以当共青团的官方账号发布了这个所谓的赛季的这个影片，实际上是在暗示未来可能要打第三战。而三战当中，中国要对抗整个欧美自由阵营，而且说自己还非常强啊！这不就是在暗示我把你们当做敌人，
而且我们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当然，这些叫嚣战争的人，他们可能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会躲到很远，然后让这个中国社会底层组成的这个炮灰解放军炮灰替他们去打。所以看到日本人在上海被赶下计程车，不算什么了。可怕的不是有零星的几个人去歧视日本人或者是仇恨日本人，可怕的是政府在背后故意保持沉默，然后整个社会还在支持这样的行为，鼓励这样的行为，这才是更可怕的事情。当然，站在新冷战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也不是一件坏事，至少给西方世界敲响了警钟，让你们知道，哪怕是中国最自由、最开放、最西化的城市，都会发生这种赤裸裸的歧视现象，而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对此是纵容态度，就让我们想到了当年的义和团，大清朝廷是如何纵容义和团烧杀抢掠，洋人的店铺、医院、学校都把一把火烧掉，把洋人或者是信洋教的人都杀光。那这些义和团的行为罄竹难书，却遭到朝廷的奖赏和支持。哪怕有一些地方开明派的官员是非常反对义和团的，但是他们左右不了这个国家的走向，更决定不了朝廷的政策。那义和团事件爆发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八国联军。你管不了自己人的话，那我们国际社会就来帮你管一管。似乎历史的一幕幕正在我们眼前重演，只不过程度、环境这个范围有一些不同之处，但是整个的历史脉络，包括整个权力关系、利益关系，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照这个形势走下去的话，真的不知道哪一天可能会招来下一次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收看这期的孔子视频节目，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点赞、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